本院认为，被告人石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石勇故意杀人罪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石勇其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但鉴于本案系感情纠葛引发，且被告人石勇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罪行，并认罪悔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故对被告人石勇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57条第1款、第61条、第64条、第67条第3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全体起立。被告人石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2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西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1份，副本4份。宣判完毕。陶先生，您对今天的判决结果满意吗？您谈谈被害人穆子琪为了救葛晴晴才被凶手石勇杀害，而这一次葛晴晴却作为证人出席。各位媒体朋友，我代表我的委托人陶大明先生，首先感谢法院的公正裁决，其次也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持续关注，谢谢。陶先生，请问后续您会起诉葛晴晴吗？陶先生，请您接受一下采访。陶先生，您到底会不会起诉葛晴晴？葛晴晴，穆子琪是被你害死的，你逃不掉。匡律啊，为什么非得是我？什么为什么非得是你？人家指定需要你来做他的代理律师。为什么呀？不是你怎么了？这个案子很多律所都在抢，人家对你是有过调查的。3年前你还在前东家的时候，是不是处理过一个跟穆子琪案子很相似的案子？3年前啊，两口子吵架，女方的闺蜜来劝架，最后男方把闺蜜给杀了。对啊，法院认为夫妻双方的女方对闺蜜的死负有责任，而且还获了刑了。这2个案子完全是两码事儿。香港那个案子里边啊，这个女方为了帮助她丈夫掩盖行凶真相，事后参与了对闺蜜的分尸和抛尸。但是穆子琪这个案子，葛晴晴并没有行凶行为，她只不过是躲起来没有救助，仅此而已。这只是目前得到的信息，很多重要的细节还要再考证。哎呀，细节再多，我告诉你，匡律，葛晴晴那是私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你可以说她是缺德，但你不能说她是违法。法律本身就包含道德倾向。我现在不跟你辩这个啊，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案子现在关注度非常的高，当然了，挑战也很大。不管将来赢还是输，对于你未来的发展和咱们律所都有好处。人家这么信任你，你为什么不好好试一试呢？哎呀，就这么说吧，匡律，这个案子我真的接不了。为什么接不了这个案子？徐律师，你为什么不接这个案子？陶大明，我带他来，等一下我跟你商量。不好意思，陶先生，我现在还有工作，咱们改天再聊。许天儿，许天儿，匡律，徐律师，你是不是怕输？我告诉你，我不会输。
你说来听听，为什么？我不懂法律，但我懂做人的道理。一个人不应该让帮他的朋友被人捅死在门外，自己却躲在屋里面无动于衷。不管怎么样，他都不能那样做。我就认这个死理。那我也告诉你，陶先生，法律不是振臂一挥那么简单。你这个案子，我非常清楚，它缺少太多关键性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这个法律啊不是为你一个人制定的，它需要考量很多方面的问题，你明白吗？世间所有人都能够想通的简单道理，法律却不支持。我不行，我不行。我试试，我想看看法律能不能还我家母子一个公道。对不起，没事，我都能理解。你不可能理解，我什么都没有了，薛律师，我什么都没有了。我高中时，父母遭遇车祸去世，我一直住在亲戚家里，直到读了大学，遇见了木子，从大学到工作。我们恋爱7年，存了点钱准备结婚，我们才刚刚领证啊，我好不容易才有了个自己的家，可木子他却不在了。他在，家就在；他走了，我也没有别的牵挂了。我现在活着，就为一件事，就是拼了命，我也要让葛晶晶承担责任。不管多少人劝我说没有用，赢不了，我也要试试。这个案子呢，之前我打电话沟通了很多次，现在看来调解是已经完全没可能了。陶大明，也就是起诉方，他认为如果被告葛晴晴全身而退的话，那他这一辈子恐怕都睡不了个安稳觉。而被告葛晴晴呢，也是完全否认自己有责任，说自己也是受害者。现在双方都在网上玩命地攻击对方。案子已经立了。是，所以说，关于这个案子接下来怎么审理，您看您什么指示？中院在审理石勇这个刑事案的时候，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所以，我们决定要组织院里的精兵强将，对这个案子严格把关。那您看，我在不在这个精兵强将的行列里？这个案子可不好审呐。我知道，所以我才想挑战一下。我想申请担任这个案子的审判长。这挑战也是把双刃剑。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很多事情就不好说了。我知道，师傅，借这个机会呢，我想跟您说说心里话。自从我去了这个立案庭，这事务性的工作事多了，可是案子少了，我这心里边直痒痒。尤其像这种案子啊，机会比较少，所以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想只顾眼前。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那您同意了？但我还要提醒你一句，这个案子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一定要慎之又慎。我明白。行了，又来了，谢谢。赶紧走吧。我就准备一下。谢谢啊，宋法官，陪着我们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行了你，别在这假客气了。我早就知道你要来找我沟通木子琪的案件。
哎呀，要不说还是老同学呢啊！你们呢把凶手给判了，但是却把葛晴晴列为证人，所以导致这个陶大明非常不满。从情感上，我非常理解陶大明，但是从公安提供的证据来看，葛晴晴并没有参与杀害穆子琪的行为中啊。所以现在这个陶大明呢，才通过民事诉讼，要追究葛晴晴的法律责任。他现在呢，要诉葛晴晴侵犯了穆子琪的生命权，啊，要葛晴晴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00万元。200万？嗯，有难度。是啊，这些卷宗呢，我也都看过。其实呢，我今天来是更希望你有没有这个卷宗以外的信息，能跟我共享一下？被告人石勇当时倒是有些指认葛晴晴的话，说案发时是葛晴晴把穆子琪往他这里推的，但是这个说辞我们最终没有采纳，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石勇和葛晴晴有感情纠葛，他这么说更像是为了报复葛晴晴。这倒也说得通。这个案子关注度很高，肯定不少律所都在抢吧？但李律师最终定了谁啊？你猜？我认识，你岂止认识，你熟悉的很。徐天。要不说还是宋法官聪明，就是他。行了，宋法官，感谢啊。客气了。哎，我提醒你一句啊，这案子舆论压力大，多保重。放心吧，你都挺得过来，我应该也没问题。好，谢谢啊，谢谢老公。小公，小公，不送你们了啊。好，留步。再见。葛晴晴现在还在装无辜，不承认自己害了木子，其心可诛。我一定要通过法律，给木子一个说法，不然木子不会瞑目。好，你不要总是这么激动啊！你的诉求我都知道，我现在需要的是你冷静的思考。所以我们在见法官之前呢，我们俩必须要把这个案件再重新整理一遍，包括你太太和葛晴晴之前的一些事情，你都要告诉我。你要记住一点，如果我们想赢这个案子，我们必须要向法官证明是葛晴晴把你太太拖入到危险当中，她必须要对你太太的安全负全部责任。所以整个案件当中每一个细节，包括佐证这些细节的每一个证据，我们都要找到，都要夯实。我明白。是，你明白。那我们开始。葛晴晴和你太太是怎么认识的？方法官，木子是为了保护我才出事的。当时我没劝住他，我真的很后悔，很自责。但是他被杀，我确实没有责任啊。你说这个木子就是穆子琪是吧？是，我和木子从小就认识，他家里人都叫他木子，我跟他又是好姐妹，所以他也让我这么叫他的。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我和木子从小就是邻居，我比他小1岁，他也一直像一个姐姐一样照顾我。后来我去外地读小学了，很多年没有联系。偶然间我得知他要来龙州工作了，我正好也要到龙州工作，觉得很有缘分，就重新联系上了。出事的时候呢，你怎么会住在穆子琪的家里？我当时想跟我男朋友石勇分手，石勇不肯，还一直纠缠我，还到我的住处骚扰我。木子知道这件事情后，他很气愤，就主动提出来让我先搬到他那里住，先躲一阵子。我先明确一下啊，你是说是穆子琪主动提出来让你到他那儿去住？没错。我再确认一下啊，是葛晴晴提出来
要住过来，而不是你太太主动邀请他住过来，对吧？对，当时我还不同意，觉得不太合适，因为那个房子啊是单位的办事处租的，单位要知道了不太好。但是木子觉得呢，都是在外地的女孩子，应该互相照顾。而且葛晴晴都已经提了，她要是不答应，也抹不开面子。她是个耳根子很软的人，从来不会拒绝别人。这些都有证据吧？有啊，我和木子的微信聊天记录都在。那穆子琪提出来让你到他那儿去住，你什么态度呢？一开始我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怕给他添麻烦，而且石勇当时纠缠我，他这个人很暴力的，在大学的时候就打过前女友，还被校方给过处分。我怕他万一冲动，再做出什么不理智的行为，那不就连累木子了吗？那你为什么还是住到穆子琪家了呢？是木子坚持让我搬过去住的，说我如果太客气的话，就是没把她当成好闺蜜，所以我只好搬过来了。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很后悔。我当时要是不答应他，该多好啊！你说的这些有没有证据？比如说，这个聊天记录什么的。我们都是面对面说这些事情的，而且我们每天都见面，没必要在微信上说这些事情。那我再问你，穆子琪，他知道石勇这个人很暴力吗？包括你刚才说的，他之前打过他的前女友。说过，我都跟他说过。有证据吗？有，我在微信上有跟他聊过，我都截图保存了。法官，你们看。石勇的案件我看过，说他这个人性格比较暴力，大学的时候打过前女友，受过处分。这些事情，葛晴晴有没有跟你太太讲过？说过，木子跟我聊过这个事情。有什么问题吗？这就说明，葛晴晴告知过你太太，石勇可能会带来危险，这对我们很不利。不是的，葛晴晴觉得石勇这个人啊，其实并不危险。虽然他在大学时犯过事，但当时是因为他前女友骗了他钱，而且石勇打人被学校处分之后啊，还跪在地上真诚祈求原谅。后来他脾气就好多了，也没敢再动手了。葛晴晴一再跟木子强调说那个男的就是个怂货，所以木子当时才会放心的让葛晴晴住在他那里，因为木子觉得那个男的不是亡命之徒，不敢怎么样。石勇的过去你怎么这么清楚啊？木子跟我聊的呀，因为当时我们分居两地，而且蜜月期还没有过去，每天我们都会在微信上聊很久的，方方面面的事情都会聊。这些微信聊天记录还有吧？有啊，就在我手机里啊。手机千万别丢了。还有一个问题，那石勇一直骚扰你、跟踪你，甚至威胁你，那你之前为什么不打电话报警呢？我想过，可是木子不让。他不让，为什么？木子的住处是他们公司租的，等于是荣州办事处，谁在荣州出差谁来住，是不能让公司以外的人来住的。家里人也不行，他怕万一报警，他收留我的事情公司就会知道，搞不好他可能会被开除。之前就发生过这类事情。后来石勇骚扰葛晴晴，追踪他、威胁他，这些事情你太太有没有跟你讲过？讲过。当时我挺担心的，我说你不要为了帮别人自己引火上身，但他说我小题大做，说是石勇应该不知道葛晶晶住在他这里。
我让他提议葛晴晴啊被骚扰就报警，这样至少石勇不会那么嚣张吧？那你太太怎么说？他说，他自己跟葛晴晴提议过，但葛晴晴不同意。为什么呀？葛晴晴在荣州啊，跟他妈一起买保险，她自己呢有一个视频号，讲些保险知识，顺便给自己做一下广告。据说呢，在荣州有点粉丝，还算一个小网红。她经常对外说，她男朋友是富二代，工作纯为事业，她怕报警了，把事情闹大了，人设崩了，以后就没法在这混了。这就对上了。石勇的案卷里边有这些内容。葛晴晴当初跟他提出分手，就是因为他们家的企业可能要破产。哎，这个石勇家里是做什么的呀？石勇家里面好像是做酒店的，之前呢，他们投资过一笔钱在泰国，想要发展旅游酒店业务，好像后来这个投资就打水漂了，亏了不少钱。我觉得葛晴晴要跟石勇分手，那就是不想过苦日子了。但是他跟木子说呢，只是感情问题，木子他也就信了。他从来就很单纯，容易信任别人。那葛晴晴就不一样了，事事都在耍心眼。徐律师，这样，咱们再回到案发当天，你这边还掌握到什么情况？案发那一天，我下午工作的时候，石勇给我发微信说晚上想约我出来谈一谈。我拒绝了，他每天都骚扰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后来想一想，一狠心就骗他说我已经有新男朋友了。你这么做，这不是在激化矛盾吗？可是石勇他一直自作多情，觉得我对他余情未了。有一次，他哭着求我陪他看最后一场电影。我当时看他可怜，念旧情，我就答应了。结果就给了他还有希望的错觉，就又开始骚扰我。所以那次，我就觉得应该狠下心来，索性就说有男朋友了，以为他会就此放手。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石勇，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行不行啊？晴晴，我看得出来你还是爱我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你看我表现行吗？石勇，我实话告诉你，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咱们俩已经不可能了，你清楚吗？我一直没跟你说，我是不想刺激你，现在都是你逼我的。他谁啊？啊？什么时候认识的？他有我爱你吗？葛晴晴，你不会是骗我的吧？你敢带他出来见我吗？你敢让我跟他谈谈吗？喂，木子，你在哪儿呢？我正准备下班呢，怎么啦？你一会儿可不可以去地铁口等我一起回家呀？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没事儿，我就是有点怕。我们一会儿见面再说吧，好吗？你别怕啊，我现在就过来，你在地铁口等我，不见不散，听见了吗？好。
放心吧，啊。哎，他来了，我跟你说了。木子，哎呀，怎么了你？哎呦，别怕，我带你去吃好吃的，然后咱们俩去了再说，好不好？走吧。他们家烤串是特色，特别好吃，你快尝尝。吃啊，凉了不好吃了。木子，他说他不会放过我的，他还要让我等着。你不用怕，像他那种给前女友下跪的男人，一看就是个怂货，他就吓唬吓唬你，不管怎么样。不是的，木子，我跟他说我已经有新男朋友了，我觉得他特别生气。我觉得他这次不是闹着玩的。你说，他万一要找到你住的地方去怎么办？他万一要杀了我怎么办啊？杀了你？你现在问他，你杀过鱼吗？真逗了，就算他真找过来，也没什么好怕的。我在呀，他要敢欺负你，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别哭了，听话，快点，赶紧吃，吃完咱们回家，好不好？还要我喂你吗？快点，吃嘛。他们家这个特别好吃。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在吃饭的时候，你已经把石勇威胁你的事情告诉了穆子琪？我说了，我全都说了，而且当时我真的很害怕，可是木子却不相信石勇敢乱来。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抖，走到楼下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就跟木子说，要不今天晚上我们就别回家住了，出去躲一躲。可是木子却说没事儿，就算他真的来了，他还要跟他单挑。后来我们就一起上楼了，结果他来了。可晴晴，我有话跟你说。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你先进去，我跟他说。哎，你听话。你要干嘛？你是说穆子琪把你推进了家里，然后自己从外面关上门，去跟石勇对峙？我当时没有看到石勇带着刀，他把刀藏到了口袋里，否则我肯定会第一时间报警的。然后呢？然后我就听到门外有声音。你听到了什么？说话的声音。什么声音？听到他们说了什么？没听清。过了一会儿，就听见邻居的尖叫声了。喂，110吗？出事儿了！你们快来啊！然后你报完警之后还是没有开门？没有，因为我不知道石勇走没走，我怕一开门他再冲进来，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木子当时受伤那么严重，否则我就是拼死我也会把他拽进门里的。没想到，那是我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你是说葛晴晴当天根本就没有把石勇威胁她的事情告诉你太太？绝对没说。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当天木子在地铁站等葛晴晴的时候，正在跟我通电话，他就说是在等葛晴晴去吃烤肉，完全没有提石勇的事情啊。如果他知道，那是不可能不跟我说的。还有，后来吃完烤肉结账，他还在微信上跟我吐槽说烤肉贵，因为是他结的账。那个时候也没有提石勇的事情啊。微信记录有啊。徐律师，我现在觉得，葛晴晴当时肯定是故意瞒着木子。木子一个女孩在外地生活，警惕性是很高的。她如果知道可能有危险，是不可能直接回家的，那至少也会先报警。那天晚上，木子一定是受到了石勇的突袭。葛晴晴，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所以你觉得是葛晴晴先进了屋，然后你妻子还没来得及进屋，他就把门给关上了，这才导致你妻子在门外遇害。对啊，葛晴晴从来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她为了自己一定会牺牲掉木子。那你怎么肯定不是你太太主动要求跟石勇交涉呢？徐律师，我跟你说了，木子一个女孩在外地独自生活，警惕性向来是很高的，她绝对不可能去逞英雄啊，去主动要挑衅一个男人的。陶先生，你不要总是拿自己的猜测来断定案子的细节，好不好？都是无效的。不是，徐律师，你想一想，那为什么在木子拍打门板的时候，葛晴晴没有开门呢？那为什么在听到邻居尖叫声之后，他还是没有开门查看情况呢？理由只有一个，他早就知道石勇会动手，他早就打算了让木子为他挡刀。哎，说说吧，你们听下来什么感受？你好好的闺女就这么没了，让家里人这后半辈子怎么过？这渣男太可恨了，真的是。哎，那个案子已经结了。说回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方婷，我觉得他撒谎了。上午我和方婷去宋法官那里看了卷宗，发现葛晴晴对于案发现场的描述和她出庭作证时的描述那完全不一样啊。卷宗里说的是，他和木子琪看见石勇的第一眼就发现他手里拿着刀，可他刚才跟我们怎么说的？说他没看见石勇拿刀。这人在紧张的时候，这记忆里有偏差，咱不能就凭这一点断定他是撒谎掩盖真相吧？还有，他之前也并没有对检方说是木子琪把他推进去的。对于前后报警的时间，他说法也不一样啊。他说听到邻居的尖叫就立刻报警了，可是根据检方的卷宗，当晚一共接到2个报警电话，第一个是邻居打的，过了10分钟后的第2个才是葛晴晴打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听到邻居的尖叫就立刻报的警，他没有跟我们说真话呀。一个细节前后出现的记忆偏差可以理解，如果接连2个、3个都出现了偏差，那这个真实性就得画个问号。所以说啊，就现阶段，我对他的这个说法说辞啊，持怀疑态度。这个葛晴晴吧，这哭的是挺伤心的，可她说的这话吧，那的确是前言跟后语是搭不上。我有点觉得奇怪的，你看她说的这些，就像你去看的卷宗，那都是记录在案的，她自己也知道，那她为什么还要撒谎呢？可能是因为害怕吧。毕竟现在他又成了被告，所以尽可能把所有的情况都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说嘛。等等徐天那边提供什么证据吧。还有，一会儿啊，你通知一下叶欣啊，让他也跟一下这个案子。好。为什么呀？你现在手上不是有一大批的那个金融案件在调解吗？我是怕你忙不过来。方圆，方圆，偏心眼儿是吧？你看，你看，又多想了不？我是真的怕你忙不过来嘛。咱俩谁跟谁呀？你那点小九九我还不知道，看着这案子好，就打算带上自己的小徒弟，真是亲师傅啊！你真想多了，啊！一是怕你忙不过来，二是，你要觉得你行，你忙得过来，那刚才这话就当我没说，好吧？那我不行呀。哎，你行，你行，你真行。我真不行。你傻乐什么？
没看见王姐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你说说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王姐，其实方厅长也是。呀，你闭嘴！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傻子一样。这乐什么呀？哎呀，这案子我判断十有八九是没法调的，肯定最后还是得开庭判。哎，就它现在的复杂性和争议性呢，把叶星调过来是好的。你这徒弟轴，但还真就是李芳宁这个案子让我喜欢上他那个轴劲儿了。我相信他来能给你当个好帮手。看看，王姐这什么觉悟啊？既满足了自己有充裕的时间解决自己的工作，又这么高风亮节。领导满意吗？满意，非常满意。领导，你满意，你请客吃饭啊。食堂不行啊，必须海鲜的干活。没问题。我走了，方总。想想吃什么啊？好。哎呀，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啊，只能间接的证明葛青青没有把可能要发生的危险告知你太太，但是关键的证据现在是缺失的。薛律师，那法律就对葛青青这种自私阴暗的人没办法吗？你是不是有个公号啊？经常在上面发表一些关于这个案子的东西，对吧？对，我是希望用我的文章把真相告诉大家。哎，陶大明诉葛青青这个案件是不是争议比较大？太麻烦了，所以啊，我想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哦，方厅、陈厅，你们慢吃。哎，好。刑事法官那边怎么说的？他们那边呢，更关注的还是石勇当时杀害穆子琪的一些细节，跟我们关注的点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这边呢，包括案发之前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具体行为，案发当时的一些细节，所获得的证据还不是很充分。案件争议的焦点在什么地方？陶大明和葛青青双方对于穆子琪和葛青青两个人的帮扶关系说法完全不一样，尤其是案发当时的情况。有证据吗？全是一些间接的证据，构不成证据链。下午陶大明的律师啊，他过来，到时候听他怎么说吧。嗯，你不吃这个？我吃啊，我多吃点。方店长，陈厅，哎，您快看看这个文章，什么10万加了。别抢！我看看。这是穆子琪的丈夫陶大明的公众号，针对案发现场写了一篇文章。这上面怎么说的？他说呀，当石勇持刀出现的时候，葛晴晴打开门新进了屋，还没等穆子琪进来，就提前把门关上了。这是他自己的推测吧，并没有被证实啊。刑事判决书里面只是写葛青青先进了门，穆子琪后进的门。那他的说法就是葛青青进门之后关上了门，他主观上有把穆子琪推向凶手的事实，对吧？对，这完全是在误导公众啊！对啊，没有证实的事情，就是带节奏。你看这留言，现在已经搞得群情激愤了。哎呀，这些个自媒体啊，太讨厌了。我判断，被告马上也要开始搞这个舆论战。你把这个情况跟综合办也说一下。行，那我先去了。好，您先吃啊。你吃饭了吗？吃过了。别减肥啊！你老关心人家小姑娘干什么？哎，我挺关心她们生活的。女孩漂漂亮亮的多好啊！哎，
你这肉你不吃吧？你也给我一块。别，我还没吃呢。这是前2天我快递的新证据，用来证明葛晴晴完全没有提前告知穆子琪施用的危险性，并且在案发的当天呢，他们回到家以后，葛晴晴先进到房间，并且把门关上了，这才导致门口的穆子琪遇害。所以我们认为葛晴晴要为穆子琪的死负责任。徐律师，我想先说句题外话，这个案子呢现在还没有审理清楚。陶大明呢就在自己的公号上发表一些情绪性的言论，这不太好，这会误导公众。你看能不能劝他先控制一下？话我会带到，但是我不敢保证。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我知道。你这没凭没据的，万一把对方惹急了，再告你们一个诽谤，就更麻烦了不？什么叫无凭无据啊？这不都是证据吗？方警长，有事跟您说一下。你先等一下。好。这一句漫长的承诺，一天一天平凡的奔波，从不去问路还有多远，只是这样安心的走着。这一盏跳动的灯火，守在黑白岔路的道口，碰触心头赤子的温热，洒在人间微凉的角落。